心里边太高兴了，我们已经看出来了。又能给家乡父老们说相声了。对，各位朋友，通过我刚才那句话就听出来了。为什么说家乡父老呢？因为我就是咱们天津人。嘿，看到咱们天津的观众啊，打心眼里边高兴。好啊。啊，他呢虽然说不是天津人呐，不是，跟天津关系也非常的密切。他师傅、他师娘，都是天津人，来天津次数最多。也经常的来。对，喜欢不喜欢天津？太喜欢了。对了，他是北京人，北京的。其实天津、北京过年的时候啊，这个风俗啊、习惯呢，我个人认为差不了太多。对，因为也近嘛。离得非常的近。我问你啊，咱聊聊，在这个北京，过年到了大年初二，这个有什么说法没有？大年初二啊？对，一般来说都是回娘家。你看看这一点，天津、北京就一样。初二回娘家啊，在天津呢，还单独有一个名词，叫什么？管大年初二啊叫姑爷节。姑爷节，那意思各位姑爷们就都过节了。对不对？您也是姑爷呀？我也是姑爷，我也是姑爷，咱们全是姑爷。对。既然说到回娘家了，我给大家聊一聊啊，我回娘家的事儿。您回娘家？对，您还有娘家人？呵，太有了。你不就是我娘家人吗？我是他干妈，这是我大舅子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回娘家呀是每年大年初二的事儿。对，但是我回娘家那回啊，太可乐了。您讲讲。您想啊，那天呐，我是一个中午，那天的一个中午，在哪儿呢？在这个水上公园里头啊，有一个大椅子，我在上头正休息呢。坏了。怎么休息就感觉呀犯迷糊要睡着，困了，要睡着没睡着这功夫，打我这边啊，不是这边，打这边啊来俩人，2个，小伙子长得很精神，穿着是西湖，他倒没提拉着羊肉啊。您这包饺子来了？这不西湖羊肉吗？穿的那样领子那叫西服，穿的是西服，拿着羊肉，还是包饺子来了。过来到我跟前跟我打招呼，特别热情。是，就是刚才提到那个，怎么说的？拿着羊肉，姑爷哟，姑老爷，姑老爷，这俩人管我叫姑老爷。我不认识他们。你瞧，甭问，这可能是认错人了。可能我这个面庞长得像他们家姑老爷。您这样的，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像我这么英俊的人吗？您确实卖了毒份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我得问问。我说，你看我像你们家姑爷吗？怎么不像啊？你这是活脱我们家姑老爷呀！小时候就这模样，现在还这模样啊？没变，一直我就认识你，一直就认识我，认错人了。我得问问他们家里边到底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？问这干什么呀？有用啊！我不是他家姑老爷，一冒充到那儿男的多，打上我这顿他轻不了啊。要女的多呢？女同志多没关系，女人心地善良，最多挠我2下。嘿，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，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呢？你听这话，哎呀，家里还有谁呀？小姐，那是您的夫人，再有就是老太太，剩下就是我们，谁能说您呢？哟，我这行，家里没什么人就老太太带一姑娘，这回行了，好，我当一把姑老爷，咱也过一回姑爷节，行，跟着他们上汽车。开车来的，一会儿的功夫到了，到院门口一看呢，2个保姆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散步呢。我赶紧过去了，我说妈，您先等会儿，姑爷看见来了。您姑爷，您先等会儿。不是这仨人，你怎么知道中间那就是本家老太太呀？你这人不动脑筋，家里有钱雇俩保姆搀着老太太在那儿散步，他再有钱也不能雇俩保姆再搀俩保姆在院里溜达。保姆搀保姆了，对不对呀？我说妈，我看您来了。哎呦，这倒霉孩子，一来就跑了，二来就跑了。你是我们家的姑爷，每年大年初二我还指着你回来看我来了，不就是因为没让你跟小姐完婚吗？和尚还没结呢，这婚这事儿不算什么啊。未来丈母娘，先吃饭去，看出你饿了，洗澡去，喝。到这儿洗澡换衣裳，干净。我也是个人了，原来还不是人呢。来到洗澡间，把衣服全脱了，全脱了，找花洒洗澡。
找了半天没有。这叫什么？在那角上啊，砌着一洋灰池子，哦，里边都是那个白汤的那种液体，浴缸。白血修正液。嚯，好，全给你改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嗯，什么呀？这里这个牛奶浴。牛奶。对。哎呦，一大池子牛奶。嗯。哎呦，我又没吃早点。嗯。嘿，我先来这个吧。你要喝这个？这不错，我喝，挺甜的哈。喝了40分钟。40分钟。不能再喝了。怎么？奶味有点下降。一会儿喝干了，我没法洗了。可不喝40分钟了。往池子里一跳啊，那奶味噌就上来了。对。哎，这里有科学原理。什么？这叫浮力原理。物体在液体当中所受到的浮力等于物体本身排开液体所受到的重力，阿基米德原理。呵，好。这姑爷还挺有学问。没学问能留分头吗？就这德行。没学问能过姑爷节吗？呵。没学问敢回娘家吗？真是的。池子边上搁着6瓶浴液，6瓶，各种香味都有，还真不少。那选一个吧。洗3瓶，喝3瓶。还有喝浴液的，里外都干净干净。哎呀，这洗完澡换衣裳。人家里有钱，我逮什么穿什么。都穿什么？背心裤衩，好，秋衣秋裤，毛衣毛裤，绒衣绒裤，皮衣皮裤，西服西裤，皮大衣，皮斗篷，羽绒服，皮猴。你看看，你要穿多少啊？哎，有好处啊！这好处在哪儿？万一让人认出来我不是真姑爷，打在身上就不疼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穿好了之后吃饭去，吃到餐厅，人预备的什么？全羊宴。哦，提了羊肉吗？羊肉串呵，吃啊，涮羊肉，呵，葱爆羊肉，全是羊肉，羊肉羊肉。什么叫羊肉羊肉？你看吃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见老太太，我说妈，吃饱喝足，我瞧您来了。这还算有点人模样。刚才那都什么模样了？赶紧，你吃饭的时候啊，老太太我呀查了黄历了，查黄历了。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择日不如撞日好，今天就结婚吧。那查黄历干嘛呀？黄历就这么写的。今天让我跟小姐结婚了，这回行了，我要结婚了，以后踏踏实实就姑爷了。嘿，我要结婚，我变真姑爷了。我结婚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模样漂亮不漂亮，还挑挑模样。呵。长得要是漂亮，要漂亮呢，后半辈儿我就在他们家忍了。哎，要长得不好看不漂亮呢？不漂亮，对，长得跟张鹤伦他二姨似的。怎么样？我也在这儿忍了。不漂亮怎么也忍了？对呀，哪儿找这么有钱的人家去？我就在这儿忍了。一会儿这姑娘从这屋出来，往那屋一走，我一看呐，太漂亮，好看，喜出望外。嚯！长得个模样啊，可以说磨其灯，漂其亮，剪其头，烫其发。长得个模样，说句天津话，真是又狗狗又丢丢。这是天津话吗？反正特别好看。有钱人家准备东西还特别的快。他人多呀，一会儿的功夫准备齐了。新房布置好了，给我穿上那个礼服。礼服，新娘穿上那个礼服，全是礼服啊，脑袋上盖着盖头。同到了洞房，洞房里边我一参观呐。软缎的褥子，软缎的被窝，新的。丈母娘没进来啊。丈母娘没进来。丈母娘有进洞房的吗？我是姑爷了。媳妇在这坐着，蜡烛在那点着，拿小棍一挑这盖头，我一看这模样，比刚才还漂亮，还好看，心里高兴。是我过去刚要一拥抱，这行了，坏了。怎么坐那软缎的褥子呀，太滑呀，我掉地下了。嗨，这里出溜地下可了不得了。把我脑袋也磕了，把我腰也扭了，脚也崴了，衣裳也撕了，眼睛都对上了。您等会儿，您不是入洞房当姑爷吗？哪儿啊？我水上公园做梦呢，睡着了。哎呀，谢谢大伙儿了。哎呀，就是我开心，我这能站在这台上，我就是开心。我本来寻思我刚才上台的时候，我先来个绝活，我就一个跟头，我啪我就翻到这儿了。你这趴像摔到这儿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新年就得给大伙儿一个惊喜，给大伙儿个祝福。对了，对不对？新年嘛，就是祝愿大伙儿的新的一年来说，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阖家欢乐，大吉大利。
郎老师啊，过年了，咱又长了1岁啊。那可不是吗？那个你多大了我算要今年这么算，我42了。 ？42了。哎，你出生就30了吧？，对，谁告诉你的？出生就30了。出生时还不满1岁呢。真是这样的啊，反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说啊，对于岁月来说，你有什么感慨的事情吗？就是头发越来越少了。这没有办法来说。其实呢，每到过年啊，我其实都觉得自己的越来的越想家。哦，因为是漂泊在外的孩子。，对了，因为以往过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就没来北京之前，我在家里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干什么呀？谁说的烤串儿？哦，在家里边站岗。不是，确实是烤串儿。那你反驳人家干嘛呀？哎呀，刚才他喊了一个利民辣酱，知道吗？哦，哎呀这是，老家的人。真是我那时候烤串儿真的刷这些，啊，真的刷这些酱。你吃烧烤吗？我吃啊，哪天我给你来一烧烤让你尝尝。我不吃。我烤的怎么就不吃啊？问你烤你看我其实他是对我的不信任。我当年你去打听打听，你上那个黑龙江伊春打听的张鹤伦，那时候在伊春烤串儿真的是不好吃。那还打听什么劲儿啊？哎呀，但凡要好吃也不能来说相声来，这叫什么话呢？这叫误入歧啊！啊，这叫这个确实不喜欢。择木而栖。哎，不喜欢。那时候烤串儿吧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维持生计的一个手段。糊口而用。对了，所以说现在来说，一回家我还会去我那个串儿店，帮人打下手。哦，就还是这个职业病，是吧？对，还想去，还想给人刷点酱。对我一去的话，他那个人会很多的。哦，对，因为那样给我分成。那个、啊，您在那儿入股了？不是，我就帮人家老板的忙。确实，贺伦回家就是一个品牌效应。我喜欢人多呀，尤其这个过年来说，哎，一大圈人包饺子。什么叫一大圈人呢？我们都是一家子人，一群人包饺子。一家子人不得围成一个圈儿吗？那也不能说一大圈人呢，这是一大圈人。这是你们家一大圈人，就是你们家包篮子的。去你的！你呀，外边溜了，你去跟他们几个斗地主去。不是，我没那钱，我这我们就是围成一圈儿，一桌子啊，这包饺子、擀皮儿的。啊，都是这样啊。我就是那个擀皮儿的。你不是那烤串儿的吗？那你跟烤馅烤儿啊？串儿的过年也放假呀？你可以烤馅儿啊。你们家有烤馅儿的吗？对呀，你得熟悉你的工作呀。他们都你们跟那儿包吃过烤馅儿吗？哎我这烤馅儿吃过没吃过？漂亮，都特漂亮。不是，你是在这顾托呢是吧？不是顾托都是你告诉我那家人馅儿怎么往签子上穿？你穿筷子上啊？馅儿怎么能穿到筷子上？它跟固定不了，它都是散的，你知道吗？行行，您这不是馅儿，您这蟹黄了，您这是。那馅儿能穿跟你开玩笑呢，包饺子大家都包，逢年过节的，年30晚上大家一块儿包饺子。真是那样，我那个当时我就会这个手艺，包饺子。有一年咱们这儿过年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围了好多人，是他们都不干活，我在这儿包。你一人包。对哦，那个我师娘当时是那个就包，我负责擀皮儿包饺子，其他人都张着嘴等着吃。哦，我特别用心，我把手都擀红了，嚯，擀红了。哦，后来师娘也可怜，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擀红了发红包，你这红包够大的，你这红包2两俩似的，我说俩2两啊，这不一样吗？知道不错呀。哦，叫爱包饺子，对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擀皮儿其实很累的，哎，是个辛苦活。但是现在来说啊，包饺子就不用擀皮儿了。怎么呢？包饺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包饺子的器具，不是这包饺子还有器具了？有包饺器，那大过年的多味儿啊！包饺器你们没见过吗？真没见过。我们见过饺器，没见过你们好包着的。单纯呢。不是你什么包饺子的器具？这包饺器具也没见过。这我也没见过。哎，在农贸市场门口，很多人都见过这个，而且它成本大套的，连说的可有意思了。不是，就不光是简单的说买吧买吧，不是这样。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，那么粗俗，谁来买啊？现在的人都是你问一句，人家当成本大套，让你来，哎，这个有点意思，你就听这唱，你也想买这个东西，是吗？来一回，那咱怎么来呀？这表演一回啊！我来那个卖饺器，不是卖包饺器的，你这玩意儿还能卖呢？这卖包饺器的啊！你来这个游客，我就随便走走，逛市场的，行不行？行，咱看看你这来成本大套，来一回啊！好嘞，来，哎，
我溜达哎，溜达。这个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到我这里转一转啊，机会不是天天有，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。咱们这个东西好就好在了，家家它都是离不了的。你求老张、求老赵，你不如自个儿买一套，用完人家的还得要，对不对？你这玩意前怕狼，你后怕虎的，这点小事儿做不了主的，对不对？你在我这儿花2块钱，你就能找回男人的尊严呢。哎，这什么东西能找着男人的尊严？你猜？不是你这卖什么的呀？包饺器。包饺子。包饺子的器具，这令狐冲、韦小宝他们都得吃水饺，岳云鹏、栾云平他们包的都不行。嘿，这位还老听相声，说你这多少钱呢？2块钱，2块钱也不多，买不了房子，买不了车，旅游到不了莫斯科的，只卖2块钱。就这玩意儿2块，2块钱不叫事儿，闪不了腰的，岔不了气儿，当不了房子，买不了地儿的。对不对？你现在米也贵，面也贵，你上趟厕所都收费。你来我这儿，你花2块钱，你就当上厕所了。我有病啊！我上你这儿上厕所了。我给你看着。我就不用那个，多讨厌的。啊，2块钱。那这你给我来一个。来一个，先交钱后拿货，免得咱俩出差错。出差错不好办，打上官司到法院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不麻烦。你说你这没用。谁说没用？你大哥买了给大嫂，大嫂高兴的不得了，高高兴兴买回家，就想送给嫂子一朵玫瑰花，3年5年用不坏，还可以传给下一代。虽然不是传家宝的，家家户户离不了它，离不了。兄弟，你缓口气啊！我都怕你为这个到时候折过去。不用，行，不就2块钱吗？2块钱，哎，给你钱。挑一好的，不用挑，你知道吧？一个爹一个妈，一个藤上结的瓜，七狼八虎杨六郎是一个更比一个强，胡家兵杨家将，拿出哪个都一样，是都一样。我也跟他这溜了，得嘞，哎，我就拿你手里这个了。哎，这东西怎么用啊？这东西我跟你讲，我来教你来看，现场给你做示范。放上皮儿，抹上馅儿，2手一捏到一块儿，能前进能后退，就像铁道游击队，全军出击，奥利给，打的敌人流眼泪是流眼泪。哎，这还真不错哎，这，哎，你看这我这还可以哈。哎，你看只要没有神经病，是大人小孩都会用。怎么说话呢？大过年的招讨厌。不过我觉得还行，我弄这个。你看这位大姐，心又灵，手又巧，这活干的就是好。你呀，你嘴巧，就是眼神差点儿。男的，啊，这位大妈心又灵，手又巧。大妈干嘛？男的。奶奶，这位奶奶。男的，大哥，叫大哥，大哥行。哎，这位大哥心又灵，手又巧，就是长得像大嫂啊。不要了。谢谢您各位的掌声啊！感谢您，特别开心能够站在这个舞台当中，我们太激动了。当了好几年的观众，哎，今年终于能站在这舞台上当演员给您演出了，都快忘了怎么说相声。都是德云社的年轻相声演员。哎，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。谢谢您啊，这是我搭档。哎。好多朋友其实对他比较熟悉，是吗？现在挺火的，在德云社哈。不到啊，姓朱，叫朱鹤松，是我。哥俩都是天津人，是在这里呢，给天津的父老乡亲、老少爷们们拜年了，大家过年好。特别开心呐，真激动！哎呀，尤其过年期间听听相声，哎，更开心。是啊，尤其相声现在，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哎，观众们都喜欢这种形式，每位朋友都了解啊。年轻人、老年人都爱听相声，逗乐嘛。尤其天津人啊，曲艺之乡，对，更喜欢相声，离不开相声。大部分朋友对于相声的理解呢，就是简单哦。有张嘴就能从事这个行业，哎，有的人他就这么认知的呀，哪这么容易呀？没这么简单，各行各业都有难处。是，相声只是说门槛低一些，哦，稍微低点儿。嘴里边你要求就有啊，要求什么呀？口齿伶俐，嘴里不能有毛病，有毛病讲不了相声。其次来说得聪明，哦，反应能力得快，必须的嘛。最主要的一点。得有文化，必须肚子里得有点墨水。大部分的相声演员吃亏在这儿了。哦，都没什么文化，没有学历。哎呦，这也不怕您笑话。德云社好多朋友都了解，都熟悉，最高学历高中毕业。
那这算高的了。中专毕业，嗯，初中毕业，是，小学毕业，小学肄业，小学都没念完，都这个文化。就这意思关九海，啊。幼本，这什么叫幼本呢？幼儿园本科。你看今天整台节目，相对他们而言，我文化算最高的，哦，您有学历，我学历最高了。是吗？在这儿跟大家伙儿咱不敢比，啊在这个后台值得骄傲。了不得。中专，最主要的是什么呀？毕业。行了，行了，丢人呐！咱就别往这儿丢人了。毕业了啊！不是，咱这个你在这么多朋友面前啊，说出一个中专的学历，怎么了？这大过年的，你的声音通过这个都传到千家万户的收音机当中去了。对，咱不是电视台吗？这不，我以为是电台呢。在座的可能有那个有文化的，哦，跟这个后台比还怎么着？还了不得了。确实是，你这模样冷笑热哈哈啊！真是大过年的为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丝清凉的小笑料。瞧不起我？没有，没敢瞧，没敢瞧。你什么学历？大专，比我无非多上3年啊2年啊， ，2年。你还是3+2那批的呀？大专生。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，校长站在讲台上说了：“你们马上要步入社会了，啊优秀的大专生走上社会，如果有那个中专生对你们不尊重啊，你们就大嘴巴抽他。”既然都是专科，咱们差不了太多，哎呦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是吗？我好歹别看中专毕业，啊，我上的是什么呀？相声学校。哦，相声学校对了，对口的专业。啊，在蓟县吧？对，还要多远？您那学校在哪儿啊？天塔，天塔上边儿，天塔上边儿，那旋转餐厅那是，天塔下边儿。那是天塔湖。你有准地儿吗？有准地儿吗？天塔边儿上哪儿啊？有一个中国北方曲艺学校。专门学习相声的摇篮呐。对了，相声啊、古曲呀、戏曲呀，包括快板啊、评书啊，那里都教。我在那专门学相声。人才呀。哎，打小就喜欢这个行业。是啊，尤其作为海河儿女来说呢，更得喜欢这门艺术。这对于天津人来说是一种传承，哎，还真是。统称都这么说，哎，都是自誉为海河的儿女，对吧？尤其身为天津人，我是感到骄傲的，那肯定骄傲啊。对吗？尤其呀，过年期间更开心，哦，更值得骄傲。民俗啊，天天津民俗人讲究太多了。都讲究什么呀？其实小时候过年是最开心的，哦，小时候一过年了，放炮，哎，都小孩儿都喜欢放炮，对吗？啊穿新衣裳，哎，谁聊都离不开这些。吃好吃的，对，贴吊签儿，啊收压岁钱，啊，这就是过年哎最开心的时候。太高兴了。尤其你说放炮，小时候放炮啊，放那叫什么大地红，我这一放，这地都能放红了。住那胡同里边，嗯，整个条胡同都是红色的。炮仗皮儿特别鲜艳，哎呦，这么打远一看，跟红地毯一样，特别好看。那个漂亮啊！嗯小时候就喜欢这个时候，爱放这个。甭管男孩儿女孩儿，嗯，对吧？男女老少，过年就得放炮，好啊。放花放炮。嗯，但是那阵儿的孩子们穷，哦，没现在这么富裕。哎，那阵儿你要是过年放炮了，有时放没了怎么办？自己做，嚯，那您能耐可够大的。在家里自己做炮。您还会自己做鞭炮？会，这玩意儿怎么做呀？教给大家啊。过年时先做什么呀？里边的哎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炮炮药啊，炮药。对，得有药啊。，哎，先做这个，哦，这个里需要好多东西，这需要什么呀？有化学的东西，有什么东西你比如呀？红粉皮儿，哎，你比如木耳、香干、豆芽菜、酱豆腐、麻酱，和在一起，这个炮药就做成了。是。外上呢裹上皮儿，哦到门口哦往地下啪这么一摔，哦，哎，这就要放炮了。
但是跟人家那炮可能声音不太一样，这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人家那声音就梆，这个呢，啪，还真不错。别人家过年放炮，你们家过年踩饺子。那个饺子，我告诉你，到那门口往地一踩也是红的。那肯定的呀，人家初一都补觉了，你们家开始刷鞋了。这话说的，图个喜庆儿，哎，吃饺子，而且饺子我就发现了，什么呀？南方咱不知道，嗯，北方人离不开它。是什么节日都好吃饺子，这一年呢，光吃饺子，太爱这个美食了。逢年过节就是吃饺子。对呀，远了甭提，你说春节得吃啊，吃饺子，吃饺子。破五了，嗯，正月初五吃饺子，吃饺子。对吧？你包括立冬嗯，吃饺子，吃饺子。冬至嗯，吃饺子，得吃生日的前一天吃饺子，吃8月15，嗯，吃饺子，吃5月端午，嗯，吃饺子，吃。正月15，嗯，吃饺子。对他们家不会蒸包子，这话说的，什么节都吃饺子呀，就是说吃饺子的日子太多了。太多了。结婚吃饺子，那得吃饺子了。这我不知道在座的现在有没有赶上的啊？嗯，结婚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啊，包这么一盘饺子，哎，洞房就是吃饺子的时候。谁规定的？哦，不是，过去有那个老人家里有这个讲究，婆婆给儿媳妇包哦这么一盘饺子，啊，而且呢煮的时候不能煮熟了，哦，大概8成熟左右。就为了让这儿媳妇窜稀。你这个人呢，你说话思想为什么不能煮熟了呀？就这个粒儿。哦，哎，把这个盘饺子递进去，门关好了，儿媳妇在里边刚吃一口，婆婆在外边得问这么一句：为什么呀？生不生？哦，回家生去。儿媳妇在里边就得说了，生，这是头什么呀？老一代对隔代人的期盼。希望儿孙兴旺。对了，有这讲究。对，我生活当中我就碰见过，嗯，我们有一朋友结婚也是，这婆婆煮饺子去了，人家煮8成熟，对吧？实不行你9成熟。我们那个朋友那婆婆，恨不得煮18成熟。这么一盘饺子煮熟了，隔着门都放进去吧，门关好了，婆婆在外还问呢，生不生？再看人儿媳妇儿，生不了啦，怎么了？成片汤啦。这太熟了，对，有这个讲究吧？有这个过年期间讲究这个，重大的日子离不开饺子。还有什么呀？嗯，年夜饭，哎呦，这太丰盛了，年夜饭也讲究，家家都很丰盛。一年当中最丰盛的一顿就是今天，对呀，就是过年30那顿。嗯，一般家庭来说吧，熬条鱼必须得有鱼，连年有余嘛，有这好寓意吧？有余啊，炖点肉，生活富足，不少了吧？够了，够了吧对？，够了，熬鱼钱就够了，好鱼就够你了。还得再多点儿啊！哎，反正这爱吃什么弄点什么呀，哎，弄点热菜，弄几个凉菜。有的家庭啊，爱炸个虾片儿，哎呀，对对？吧？虾片儿过年了。一吃虾片就是过年了。哎，最后呢，煮2盘子自助的那个爆竹，嗯，饺子，哈，这就算过年了。对，但是这是旁人家，哦，别人家吃这个那你们家吃什么呀？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。太棒了！别人家过年吃年夜饭，你们家30晚上听相声，还是一个传统相声。过年不让听相声，让听相声啊！我那意思说什么呀？啊就像相声里说的一样，嗯，就这么丰盛。太多了。而且在这个时候吃年夜饭期间，最开心的活动开始了，什么呀？压岁钱，孩子就盼这个呢。太开心了。哎，那阵小时候我最爱听的一句话了，什么呀？这红包啊是给孩子的，最不爱听的呢，妈妈帮你收着。全让家大人拿走了。而且对于我来说，要压岁钱我都有诀窍，什么诀窍啊？不要脸。哦，要压岁钱时不能要脸啊。是，有的那个街坊邻居的、亲戚朋友的，他总忘，人家是压根儿不想给，我得提醒他，这怎么提醒啊？追着要，
那还确实不要脸。从初一就找他要，初一怎么要啊？初一就给他拜年，啊？他要来不理你这茬，初二接着去，哦，正月15接着去，嗯，过了2月2接着去，过完年了还去，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算，这不愣要吗？这不就是？实在不给了啊，没关系，干嘛呀？拜年不行了，啊，换方式，什么方式啊？运用我的专业技能，什么呀？我给他唱快板儿。唱快板儿。对了，唱快板儿在相声舞台都快挣不来钱了，你还能从亲朋好友当中弄来钱？相声舞台你唱什么呀？哎，传统段子。对呀，在那个时候就不能唱那个传统段子了，那唱什么呀？你得唱他那个爱听的。哦，唱到他心缝儿里去。对了，这个钱你就能要来了。是吗？对了，那您给我们来来，我给大伙儿学学我看。看您怎么要的钱。过年的时候，这都有诀窍，大伙儿一定要把这快板儿学习下来。哦，今年过年了的时候，哎，过2天你们找他们就开始要钱去了这就能，要下来了。没有问题。嗨，我看看。嘿，马儿奔跑的声音，哇！嘿，哇，好似金石之声。不鼓掌，我以为你们都会要呢啊！这数9寒天冷风嗖，整个年来春打6九头。行了，别唱了，大过年的别给我们添堵了，行吗？人大过年的见着亲戚唱一绕口令儿，这能要来吗？听后边儿，后边变了。正月15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滚绣球。3月3王这也要不来呀，这个。听后边儿。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，大闹天宫的孙猴就把那个仙桃头。这哪能要？听后边儿，这后边有什么呀？爷爷奶奶您给点儿吧。愣要啊！谢谢。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。对啊，今年又来到天津演出，没错，尤其又参加这个天津卫视的相声春晚，开心呐！特别的开心。没错，啊，很多朋友对我们也不太的熟悉，不认识。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您说加深一下您各位的印象。旁边这位啊，是我的搭档，对，叫张小白啊。谢谢您各位。人家普通别的演员要来到这个天津演出啊，一说给人鼓掌，那他心里会忐忑。您不会忐忑的，我为什么呢？您算半个天津娃娃啊，那是是吧？家里面亲戚有天津的啊，有啊听说最近还交了一个女朋友啊，有啊，你看看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是吧？各位啊，谢谢。大伙儿都知道是天津这个篮球队的是吧？篮球队的啊，不是啊，什么？天津女排的，你看看，说错一点儿都不行。多新鲜呐！你咦，都是体育运动，那怕什么的呢？差远了呢，是？吧？介绍完他了，咱们也介绍一下我。哎很多朋友对我呢有熟悉有不熟悉的。姓关，名九海，字萌萌，道号花魁，是我的名字啊。谢谢您各位。哎这，都什么名字？这都嘿，啊，这你不知道啊？不太明白。明儿以后我们再来天津德云社演出的时候，外面水牌子上贴着“关九海”3个字儿，您进来捧场，我们热烈欢迎。好，第2天又来了，外面贴着“关萌萌”3个字儿，哎，一进来一看，哎，还是我。等到第3天进来一看，哎呦哇，德云花魁，长得像朵花，身材又特别的魁梧。好，这么个花魁，进来一看，18。进来一看，哎，还是我，多好啊！这您就骗3天了，这个。那对呀，为什么你看突然演出演着一半，这今天让咱俩现在马上来到天津卫视演出啊？为什么呢？这大年初3把咱就叫来了，你看看，给您换一场，对，换一换您的口味，哦，知道了吗？他们这一场一场的演出，当然了啊，都是我的师哥，我的师叔，能力、业务各方面都比我强。那肯定啊，但是咱们这个小模样往台上这么一站啊，
对不对？哎呦，跟他们一比，那他们就不在了。是吗？你上来一场，他们一看，哎呦，张鹤伦这我认识，是啊。来好几年没意思。哦，不行。又上来，岳哥进来了，嗯，哎，又是他呀，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多少年了？台底下观众一喊，岳云鹏唱一个啊，下去吧，还啊呢，还就剩5环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会儿您到了我这一场了，看见他了。小伙子往台上这么一走，嗯，您各位打眼这么一看，嘿，嘿，这是机器压着脚了，这是。高兴嘿。你看人台上这小伙子啊，这也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呀。哦，长得太好看了，哎呦，简直是美过张云雷，不让孟鹤堂啊！嗯，你看看这个赞美的声音这是赞美呀。啊！再说小伙子往台上这个台风这么一站啊，这个业务能力，有他谁还看岳云鹏啊？哎呦，有他谁还想张鹤伦是谁呀？嘿，太优秀了！我跟你说，嫂子等啊，往那边指。哎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就台上这小伙子，以后就是未来的德云班主。我知道您各位，哎，啊，排球回来，排球回来，回来怎么，老得有排球的事呢？你干嘛去了？你要不想干，不要连累我。哎，这刚过年，怎么着？你这是要走，咱俩一起走啊！干嘛一起走打啊？排球给我找个位置啊！您这位置，您这身高啊，在女排打自由人都算矮的。你这有点讽刺我了。没有，我小伙子关秋海往这儿一站，我1.95米的身高，一什么？这大胸肌往这儿一站，我跟你说，我往这儿一站，就体现出男人的阳刚之气。就您这模样，您还阳刚呢？您对呀，哎呦不得这样吗？知道了吗没有您这没有这样的。哎你呀，别老瞧不起我，没有知道了吗？很多方面咱们都得互相学习。啊，努力呗。尤其来说，现在在德云社，咱们进德云社的年头也不短了。哎，我都10多年的时间了我也9年了啊！这期间，从之前我们俩10年前刚开始合作啊，人人不知啊。不认识。通过现在自己的努力，一步一步的身败名裂。我啊，咱俩就别努力了，这就不是越来越好。对越来怎么能做到越来越好？您说说。你得向师哥们学习。对，这是咱们的偶像，咱们学习的榜样。对，咱们的楷模。从他们这些个师哥的人身上，我也学到了很多不应该有的东西。你看，他们就是反面典型。那应该是什么呀？优点。优点。哎，我们俩还年轻，他们年龄都大了。对，我们2个人都是80后。没错。他是88年的，哎，我是98年的。等会儿，怎么呢？你是哪年的？98年的呀。咱俩不一样吗？都是88年的呀。谁告诉你的呀？啊，我出生的时候那首歌你忘了吗？哪首歌啊？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。你没听过这首歌？合着您是在98生的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今儿录节目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不相约98吗？98生。你是 7-11生的呀？你是大润发生的，你是大桥道生的，你是海河生的，你是喝着海河牛奶出生的。你能气死我！我就是98年，相约1998，知道了吗？哎呦，因为我的民族是蒙古族，能看出来吗？看得出来，您有点这个蒙古族特产的意思。怎么说？风干牛肉。你哪怕说我是牛奶，我都开心呀，对不对呀？牛奶还得喝我们海河的，是不是？老话怎么讲？一天1斤奶，强壮中国人。是，还有一句老话呢，怎么讲？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你可太可气了啊！今天大过年的，你净在台上讽刺我了。没有，张小白，你是人吗你啊？那得看是从这个医学上讲，还是从法律上讲。哦，那从医学上讲呢？是人。从法律上讲呢？也是人。那你问我干嘛呀？
你不是不明白吗？我明白这有什么用啊？哎呦你能不能说点那个正经的？过还有正经的年咱们说点那个喜气洋洋的，能烘托气氛的好不好啊？比如说，您举个例子呢？你看看，到了过年了，咱们不得贴个对联什么的吗？啊家里面你们家那个门上贴对联吗？啊，就贴呀。贴的什么？跟我念念。太平岁值太平春，亿万人增亿万寿，横批呢？万喜必吉呀！呵，这谁写的呀？乾隆御笔，哦，不是你写的呀？多新鲜呢！我还以为这是你写的呢。没有那你这不好玩。我们家那对联每年呢都是我写的。你写的？当然了。你怎么写的？你看上联啊，过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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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年啦！下联开心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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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呀！横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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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多喜庆，是不是？您这不叫对联，我这叫什么呀？弹幕那最起码我写出来了，写的我们是什么呀邻居走我们家门口就开心，嗯知道吗？我整个楼道都让我写的，知道了吗？哦体现出咱有学问，别老挤兑我。有什么学问？那怎么着？你说，说说，咱俩今天来一个什么能体现出学问？咱这样，嗯，咱做一回诗。哦，在这儿做一回诗。对了，做一个什么诗啊？咱们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嗯，哎，分别做这么个诗。啊，我先听听你的意见。哎，咱俩不像他们似的，什么有动物啊，什么有地名，不来这个。哦，咱不跟他们学。咱们讲传统故事。哦，而且咱反着来，您说，从这个北开始啊，咱北西南东。您来哪几个？我来这北和南，那我呢？您来这西和东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您先打个样，我先看看。您先听我这个，您说，咱先说北，必须得是古典故事，当然得是古典故事了，大伙儿耳熟能详的，都知道。好嘞。哎，说北，北伐中原出祁山，嗯，为报先帝把天下安，出师未捷心不甘，秋风瑟瑟5丈原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你说半天，一点掌声都没有。你说，我不是这意思啊，你看，我那次让你们恶心他呢。这有什么可恶心我的？大家都沉浸在这个古典故事当中了啊！你给我拉倒吧！上来说出祁山，我以为刘邦呢，最后弄一5丈原。您这又是诸葛亮，来回来去串古人玩干嘛呀？压根儿也是诸葛亮啊！你听我这个吧，听您的，先给你来一个西是吧？啊，西天路上一堵墙，听着像《西游记》。怎么样，各位？这啊，你看看，这一堵墙没什么的。二一句更棒啊！墙边站着一个黄鼠狼，这什么词儿啊？是摇身一变啊，变一个大姑娘。哦，仔细一看，是你娘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你娘呀？嘿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废话，怎么这里边还有我妈的事儿？这多好啊！这蒋筋比骨啊，这还蒋筋比骨，又是《西游记》，多好啊！这个《西游记》对呀，行，算您说上来了。什么叫算呀？哎，你再接着说。听我这南啊，哎，说南侠展昭武艺强，展昭展雄飞。哎，那您这是包公的事儿啊？哎，三侠五义。来，哎，说辅佐包公做汴梁，做汴梁。哎，封他御猫保朝纲。四一句，智擒吴蜀孟鹤博玉堂。好家伙，你不能牵扯别人啊！哎，好，您听我这个，我是说什么来着？东，哎，东海龙宫一只鳖。哎，什么词儿啊？您这都是《西游记》呀，《西游记》这又是《西游记》古典故事。东海龙宫一只鳖啊，二一句，出得水来辨你爹。二人双双面前站啊，分不清哪个是鳖，哪个是你爹。去你的吧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站在天津卫视的舞台上，心里特别的紧张，哎，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激动。您的掌声是对于我们小哥俩最好的鼓励。对，谢谢大家，大伙儿多热情啊！真的是。走上舞台呢，请允许我们哥俩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应该介绍一下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不留名，不知道春夏秋冬。对，等会儿啊，不对，那叫雁不留声，不知道春夏秋冬。太紧张了。
雁不留声，不知道春夏秋冬。哎，人不留名，不知道春夏秋冬。这就过2年了，哪儿那么多春夏秋冬啊？那应该怎么说？应该是人不留名，不知道张王李赵；雁不留声，不知道春夏秋冬。确实是太紧张了。嗯，请允许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好好介绍一下。我往这一站，虽然说我的相貌平平，气质一般，大家对于我不认识也不了解，但是只要说出我的名字，相信各位肯定都不会陌生。您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岳云鹏。哎，你看哪儿啊你看，我说我是有知名度的吧？哪跟哪儿啊？岳云鹏怎么样你啊？就你还岳云鹏，你有那么大脸吗你？我怎么了？你哪儿像岳云鹏啊？我哪儿不像岳云鹏了？像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燕子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燕子，花开山行了上红叶，哪儿不像了？你别说这可爱劲儿还真像那是不是？嗯所以说啊，真的是岳云鹏。啊！你像岳云鹏？对啊，不是，咱好好介绍行不行啊？我就是好好介绍了呀。你要不好好介绍，我栾云平就要管一管你了啊！你哪儿像栾云平了？我不像吗？你哪儿像？真不像，就不像啊！说一句话肯定像。我不信。明年给你多2双眼。真像啊，真像！太恶心了！哎呦，多仨，你躲我远点！多仨行不行？你是不是过来给我比个儿来了？我绝对没那心啊！啊我跟你比个儿，我疯了啊！咱好好介绍吧。好好介绍一下自己。对对对我叫尚小菊，哎，谢谢，我叫尚小菊。站在我旁边的这位不叫尚小菊。那么说谁叫尚小菊呢？我叫尚小菊。大家好，我叫尚小菊。谢谢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啊！高小贝要拦你一下了。高小贝现在很不开心，高小贝很生气。你是不是不知道高小贝是谁呀？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小贝，谢谢，谢谢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呀、我们俩私底下真是关系好。哎，我们俩是打小一块儿长起来的。你长了，我没动啊。你别老提这个，我长哪儿去了我？你没动，打小咱们一块儿上的学，是，这是不玩笑吧？那也是一块儿长起来的呀。一动不动嘛，上一动不动局嘛，是不是？那不是王八吗？那不是没有，咱不说这个不开心的，今天挺开心的是吧？大过年谁不开心哎，呀？过年就是开心呢。所有人都特别开心，对，但是也有不开心的，还有人不开心，太多了。那谁不开心？您说出来我们听听。比如说一到过年啊，我的什么师叔、师大爷、师爷这些人都特别难过，他们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怕见到我，因为一到过年我的膝盖就特别软，因为一见到我就要给这个压岁钱哦，跟这个有关系啊。我们这压岁钱是按照辈分的大小给的，你像师大爷，肯定是比师叔给的多，对，师爷呢肯定比师大爷给的多，哎，这是一传统，就这么递增的，就是辈分越大给的越多。没错了哎，那我问你一下啊，咱们德云社有一演员，姓谢，叫谢金，我们管他叫老祖，你说他能给你多少？这么说吧，过年我们都吃包饺子，我给谢金谢老师拜完年以后，他吃窝头。好，都给你了是吗？当然了哦，那要这样的话啊，哎，咱们聊一聊啊，就是谢金要给你钱，是不是我也能拜年去？你要找他拜年去，对，我给他拜年去。你别去了，为什么呀？你找不着他，怎么了？他送外卖去了。还有兼职现在给他拜年，他得贷款，我没听说过，红包都贷款是吗？他根本没有。再说你也不在乎这点钱啊，我还不在乎钱，各位不了解，他又知道了。我能不知道他吗？他这一年光给人画扇面挣多少钱？哦，这是我的技能。高小贝太厉害了啊！画扇面画的好极了，能画画，最擅长的就是画那花。哎，我画花画的特别好，特别棒。我每次一看他画那花啊，我看见他画那花，我都开怀大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画的花有梗。
哇塞，你这个梗好烂呀！就说画的特别的好看。哎，确实喜欢画画。你就说后台，嗯，你给多少人画过扇面你像我师傅栾老师，啊师叔岳云鹏，啊？师爷于老师，这都画过。为什么没有郭老师呢？师爷嘛，师爷嘛，师爷于老师啊，那都叫师爷呀。郭老师、于老师你都画过，对呀基本上后台你都画过。还有孙老师，我都给他们画过。孙越孙老师，嗯，那是最精彩的。给孙老师画的那幅我还记得。你现在还记得呢？当然了，当时孙老师拿一把扇子嗯，去后台，让这个高小贝就看见了。，对，孙老师，你这扇子挺好啊，我给你画一扇面儿。孙老师知道疼人呢，走开，这是疼人吗？他不愿意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他不愿意，最后我也画了。最后确实画了，给孙老师来了2000块钱，那你甭管，知道吗？扇子30买的，你知道？最后也是画了，画的时候还问这个孙越孙老师，孙老师你有什么要求啊？孙老师扭扭捏捏半天说不出来，啊，没好意思，大大方方说，就是喜欢谁我都能画。孙老师我喜欢奥特曼。好，你别这么让我胖啊大孙越，我相信光，我相信光。他喜欢奥特曼。奥特曼行，没问题，我给你画奥特曼。孙老师说那得多长时间呢？1个礼拜1周。 1周你上我们家拿去。嗯，1周以后，孙老师上他们家了，我问他，那个小贝，我那奥特曼怎么样了？问我画好了吗？画好了吗？小贝把这个扇子拿出来，多小心呢，他画的小，画的小。小奥特曼。哦，跟你差不多。你这个梗好烂，你知道你，因为我说的话有梗。好的，相声这包袱都不叫包袱，叫梗了。现在叫包袱是我的问题。哎，孙老师，你是画的谁？当时说的奥特曼吗？奥特曼呀，奥特曼不行，奥特曼这画坏了。熊大，熊大爱不爱？奥特曼改熊大了。哦，你当时说画的谁？奥特曼吗？奥特曼，奥特曼。熊大爱不爱？哎，这不乐了是吗？要，这没法重补，咱们再来啊。奥特曼，你当时是说的奥特曼？对呀，是说的奥特曼呀。行。熊大爱不爱？奥特曼改熊大了，给孙老师气坏了。别熊大呀！就是啊我，不要奥特曼，你画熊大，那跟我自画像有什么区别呀？我本来又胖，我看熊大不行，熊大不行，熊大肯定不熊大不行啊，熊二呢？熊差二不多呀。你别拿熊对付我，不行，那不行也没办法了，因为这奥特曼我画的呀有点胖，我瘦不回去了，只能说改熊大好改，要改奥特曼不行了。孙老师一看没辙了，那行吧。那就熊大吧，那多长时间能取呢？1个礼拜，到1个礼拜，还是1周。孙老师又去了。小贝啊，我那熊大画好了吗？又过来了。画好了啊！我给你看看啊，什么是谁？熊大吗？是，熊大。森林爱不爱？又改森林了。大森林喜欢吗？我不熊大吗？怎么改大森林了？就是啊，不，这熊大呀，我画的太大了，有点就是到处都是。后期改森林好改，那好改吗？好改，画棵树就行。是不是就按森林画的呀？画棵树就是森林了，那行吧，那没辙，那只能这样了。森林多长时间取呀？1个礼拜，还是1礼拜？到1个礼拜以后啊，孙老师又去了。小贝啊，我那森林怎么样了？又来了。行，没问题。打开一看，全打开了。孙老师，黑扇面爱不爱？直接涂黑了都。黑扇面爱不爱？给孙老师气坏了。就是，你说你这怎么画的？怎么黑扇面啊？这我怎么要啊？黑扇面没关系啊，我给你写金字儿啊。黑扇面还能写金字？能写呀。都写的是什么呀？吉时吉日吉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增，增福增财增长寿，寿山寿水寿长生，生福生财生贵子，子孝孙贤代代荣，荣华富贵年年有，有钱有运有钱成。
您等会儿吧，您这是画扇面啊？我这是小快板儿。别说了，都看着了啊！感谢亲爱的朋友们，太热情了。对啊，过年了，小哥俩呢在这儿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欢乐。过年就是喜气洋洋的日子呀。对，大人喜欢过年，小孩更喜欢过年。哎，都爱过年，我认为小孩是最喜欢过年的了，那可不嘛。因为什么呢？不用上学，嗯，也不用写作业，对，是不是？然后家里面还给压岁钱，然后还能买玩的东西，哎，吃的还好。可不嘛！家里面的小孩儿，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？玩手机，哎，现在都电子设备了。对 iPad，对，都是这个。像我们小的时候，最盼望的是什么？过年嗯，买炮您现在还盼望买炮吗？啊！哦，现在还盼望呢。喜欢放炮哦啊，特别喜欢。要不您是那个意志磨练出来的钢铁直男呢？小的时候放炮，家里人不会给你一大挂，哦让你自己去放，都是一个一个的。哦，就拆下来。哎，对了，拆下来在兜里边装着，嗯，拿出来之后，这手拿着鞭炮，这手拿根香，啊，点着了之后，把这香啪扔出去，啪，刺激着呢，好玩着呢。那您让这花呲起20多米啊，嗯，这不过分。从小您就扔错了，是不是？玩笑，这是玩笑、啊。反正小时候都喜欢放炮，对家里大人忙活呢，贴这个吊签儿嗯，啊，喜气洋洋。对，那个时候放假上外边上同学，跟一帮同学一块儿玩，都不在家里待着。哦，就上外边玩去。小孩儿嘛，嗯，都喜欢玩什么？哦，您喜欢玩什么？过家家过，丢手绢儿跳皮筋儿。谁说的撞夏利？不是三哥，嗯，您这全是女孩的游戏呀、怎么？谁说的呀？啊？男孩儿也能玩啊，跳皮筋儿啊，您跟人跳皮筋儿去？男孩儿抻筋儿啊，哦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对对对，男孩儿给女孩儿抻筋儿啊，在那儿站着也不动嗯，就傻看着人家。啊。到这儿这是1级，哦，对不对？对，到膝盖这儿这个2级，这长一点儿了，到腰这儿是，这是3级，哎呦，到嘎吱窝这儿，这是4级，嚯，举起来，这是5级。有5级吗？您这太高了。有啊，有那个女孩弹跳力好，一跳40-50米。我跟你说，您告诉我哪个女孩跳40-50米？这比您蹦的还高呢。咱老是提人这个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弹跳力比较好哦啊，跳皮筋儿是还有那个顺口溜呢，哦，还有顺口溜。那可不嘛，您给学学还这顺口溜啊，跳皮筋儿啊，小皮球，香蕉梨，马兰开花21，28、252、28、257、28、29、31，对不对？您是给人家抻筋儿去了吗？是啊，您这都够范本了，教学资料了，您这都。咱也是潜移默化跟人学的嘛。嗯对，人小女孩跳得好。您这跳的就不错了。还有打沙包，哦，砍沙包。砍沙包。嗯，这沙包这个没有买的，对，那个时候那沙包都是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呀、姥姥姥爷呀，拿那个6块布是， ，6块布给缝一下哎，都是老人给做。啊，缝好之后里边塞点那个鹅卵石，缝好了您等，没有人像您这么硬。啊。有拿鹅卵石砍沙包的吗？要不然飞不出去呀、你得塞点东西呀、您非得憋着给人砍出去，是不是？别砍出他塞去。点什么玉米粒儿、黄豆。对，大部分都塞玉米粒儿。对，啊，有的那个男孩真实在，哦往里边塞那个玉米粒儿啊，你都摁不动啊。哦，都瓷实。那可不嘛，好，这沙包一扔，呜就过去了，嚯，啪，一下就打人女孩腰眼上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要是现在这女孩，你打人腰眼上，人不干，当时哭了。那肯定啊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女孩啊，真是坚强啊，哦，都皮实，坚强啊。跟您接触的人都皮实。
这个沙包呜飞过来之后，啪一下，哎呦，疼的这么沉醉吗？哦，瞪他呢。呵，行，回来吧，还给人一拧人的警告。掐人警告。你看看，这样的男孩没人喜欢跟他玩，那可不，下手太狠了。哎，下手太狠。还有踢毽子哦，踢毽儿也好啊。啊，踢毽子这是奢侈品。嗯，朋友们，小的时候这个毽子自己你做不了，都得买，哎，他手艺不行。花钱都得买去，对1块5、2块。嗯，现在1块5、2块不叫钱，但是那个时候1块5、2块，咱小的时候，嚯，那算是奢侈品了。那买根冰棍儿才多钱呢？那得跟父母得要去，对跟妈妈得要，就得求。嗯，妈妈，别的同学都有毽子，就我没有，我也想要一个。妈妈，我您这不像没有，就买一个。您现在已经趁100多个了，您都。哎，买完毽子之后很高兴，哦啊，都得跟同学们都得显摆。哦，上学炫耀。可不嘛，小红、小蓝、小绿、小粉，看见没有？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毽子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毽子，花2块钱买的，你们没有，就我有。但是我不给你们玩，我气死你们！我毽子呢？哦嘿，我毽子谁拿走了？这就让人拿走了。啊！所以说，小的时候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哎，他单纯。那可不吗？嗯，你说男孩的游戏，男孩没有什么游戏，哦，那男孩儿，您玩点那男孩儿的游戏去。男孩的游戏没意思，男孩儿游戏可以吧？放屁崩坑，啊，还有那个意念变身，什么叫意念变身呢？男孩嘛，意念变身。放学的时候回家，走在这路上，你不知道来了什么感觉哦，啊，就这样，走着走着，噗噗啪呜，这就变身了。拯救世界去了好嘛，这就是大英雄了。啊！还有那个合体，哦，两个男孩见面之后一块儿合体，合体，兄弟，哥哥，人间大炮。哎，你看这小男孩的更单纯一点。那这就是男孩的游戏。对对对，其实上学的时候上课啊，也非常的热闹，是吗？那可不嘛。要是坐在前排的，基本都是学霸。哦，坐在前面都爱学习，哎，就是调皮捣蛋的，大部分都是后排。后边都不爱学了。啊，后排交头接耳的，嗯，还有那个读课外书的，呵，还有在桌子上刻字儿的，哟，卸桌子腿儿的，好家伙，这个啊。这是拆迁办的学校，这是。上课的时候，朋友们，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是什么课？这是个互动，朋友们，这是个互动，你知道？不是，不是，怎么？你尴尬吗？有点尴尬。多明白，您哪儿冷不丁就跟人互动？怎么？我是那个捧哏演员啊，像这种情况您可以问我。我把你给忘了。哎，这样你就不尴尬了吗？把你给忘了。哎，第一节课一般都是什么课？我没上过学。干嘛？有毛病啊你！没上过学像话吗？花姐，您的尴尬吗？这更尴尬了。这个第一节课不是什么数学课或者语文课、地理，不是。哦，什么课？第一节课是吃早点的课。吃早点还有课？那可不嘛，吃早点的课，第一节课得赶紧吃。干嘛非得第一节课吃？第二节课吃就凉了。从小心眼都搁这。哎，你早上起来买煎饼，对不对？煎饼香啊，天津煎饼特香啊，最好的煎饼果子。早上起来搁7个鸡蛋，那都不用搁面，反正煎饼非常香啊。早上起来之后，在课桌这儿下边得藏着，哦，不能让老师看见。哎，紧紧的盯着老师，盯着他，必须盯着他。干嘛必须盯着他？等机会。等什么机会？一看老师背过身去，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，哦，板书了。嚼啊嚼啊嚼啊！不能嚼啊！一嚼被老师发现了，你这好嘛，还挺严谨。那可不嘛。所以说嘛，上课的时候
有的同学呀偷吃东西，有的同学特别的害怕上语文课，为什么因为啊，他有这个老师跟同学们互动嘛，啊？作词，知道吗？作词啊，就是造词嘛。哎，对了，嗯，老师一上语文课的时候一讲，同学们，今天咱们讲一讲中国的汉字。哦，咱们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，凡是有3点水的这汉字，都是代表的水域啊，特别的富裕。哦，有3点水的嘛，就都是水域的。哎，它跟这个水域都很有关系，都是非常的富裕。是吗比如说江、河、湖、海。哦，还都是水。那同学们，咱们可以提问啊，这个哪位同学都可以提出来哪个字代表的是这个水域。哦，让大家回答了。哎，大家可以强烈回答，都积极吗？可不吗？我当时也积极。哦，你也积极。老师，嗯，溪，溪。溪，哦，小溪潺潺的溪。哎，这也等一下是水溪水的。老师说好。嗯，孔云龙同学表现得非常棒你看，啊！一会儿罗文平又站起来了。嗯，老师，洋，洋哪个洋？洋，海洋的洋。哦，海洋这也是水呀。啊！老师一夸，哎呦，好，这孩子真聪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你坐下吧。对，这时候杨鹤通憋不住，哎，瞧咱们的了，杨鹤通腾一下子站起来了。有文化呀。老师，什么？说呀。沙漠。哦，我去你的吧！朋友们，过年好！给您拜年了，拜年了。谢谢您啊！哎哎，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舞台，非常的高兴。天津卫视。对，咱们这是相声春晚呀。哎，每年呀都有不同的题材，年年的题目都差不多。什么呀？围绕着喜庆祥和，给大家在春节呀带来欢乐。哎，年年都不一样。我跟九龙关系不错，关系好，我们俩每年都互相走动。对啊，跟家里关系也好。特别的熟。王九龙的父亲王八龙，我是特别的了解。您先等会儿，您这大过年，咱别骂街行吗？没骂街呀。我爸爸王九龙的爸爸王八龙，您不九龙，您爸不八龙不行吗？我爸爸是我哥哥是怎么着？我爸爸，王老爷子，哎，就这么说，我是最了解的。哦，他熟悉。哎呦，老爷子在生活当中是特别热爱生活、享受生活、自信乐观这么一个状态。老头想得开。我记得去年春节发生一档子事儿，哦，太有意思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上家找老爷子去，哎呦，来九零，上我这阳台看看来。阳台有什么新鲜物件啊？您给说说。老爷子呀，买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。鹦鹉？哎，会说话的鹦鹉。哦，这鹦鹉啊，便宜。多少钱呀？别的鹦鹉要说成千呀、几千，这鹦鹉200块钱就买回来了。不是，为什么这么便宜啊？因为这个鹦鹉啊，说话会的东西不多，就会俩字儿，还是天津话。什么呀？谁呀？什么？您这是天津郊区的吧？您这是？哎，天津北辰的鹦鹉来着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不是多好，这都即兴创作的包袱。您要是没编排好啊，就不要学。您给我们来一天津市里的鹦鹉怎么说？谁呀？您看看，哦我都这么说。哎，学了很久说话，就学会俩字儿。谁呀？谁呀？哦，就这俩字儿。谁呀？要是新玩家不敢买，是怕买回来教不了别的话，糟践钱呀。对呀，他爸不害怕，我爸爸老玩家有经验，他懂的。去年大年初一把这鹦鹉买家来，放在这儿，他爸爸冲这鸟要教说话。哦，恭喜发财。哦，教个什么吉祥话啊？这鹦鹉，谁呀？呀？哦，这回标准了。万事如意。你看，你爸鹦鹉拿现场来了。好家伙，还不止一只。万事如意。谁呀？喜庆祥和。谁呀？就会说这俩字儿。简单截说吧。好比这万事如意这4个吉祥话，就这4个字儿啊。他爸爸就打大年初一，教到破5都没教会。好，我爸也实在没事儿干了。一直没学会。哎呀，初五给他爸气的啊！买张机票上三亚玩去，上三亚玩去啊！气温1到0下，他爸直飞三亚嘛，对不对？上三亚玩去，他爸刚一走，家里啊来了一个送快递的。哦，过年买的快递。哎，还写着必须当面签收。哦，这快递员在门口，家里没人呢。没人啊。这鹦鹉在屋里说话了，说的是谁呀？哦，问一问。太好了，好多这个收件人呀都出去玩去了，这家我算没白跑。是，哎，您好，我们那个是送快递的，
谁呀？送快递的。谁呀？送快递的。您这嗓子别喊了。简短截说吧。嗯，他爸爸正月20从三亚回来，哦，没少玩儿。哎，刚打开楼道门，一到家门口，哦，看门口躺着一个快递员，躺地上了，躺在地上口吐白沫，这都抽了。已经抽搐的状态了。哦，他爸说：“这大过年的不添堵吗？”是啊赶紧问问吧，这出去15天没回来了。啊哎，哥们儿，你是谁呀？对呀，里边鹦鹉说话了：“怎么说的呀？送快递的。嗨，鸟学会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没法弄，他爸就喜欢这个。好研究。哎，我跟他爸也爱聊天啊，因为这个小动物这方面啊，我们也喜欢。对，尤其到过年，我更能想起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小时候我们在北京逛的叫庙会，有，哎，庙会有那个打把式卖艺的，见没见过？见过见过有这个耍猴的，您还见过吗？耍猴的？我太见过了。呵我给您学一学啊，特别有这个喜庆的气氛。您给来了。手里得拿着那铜锣哦哎，用那个声音呢对那个猴发号施令，锣跟锣锤吗？一般这样的。您给来了。团团团团团的令团令叮团团的令团令叮团，打开了柜儿，开了箱，那一个假脸儿你戴上，您先等一会儿。嗯什么叫假脸儿啊？就是给猴戴一面具。哦哎，这猴戴上面具，冲观众一鞠躬，嘿罗圈这么一转，观众掌声鼓励。也给钱了。还有更精彩的呢，还有什么呀？关上了柜儿，闭上了箱，那一个帽子你戴上。哦，这回改帽子了。猴一戴帽子，嗯再一鞠躬。过去庙会有零打钱呀，对观众一掏钱，过一肥年。今儿就挣下来了。您说训猴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呀。虽然猴很聪明，对，但毕竟是动物。哎，对，有野哎，性。一般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没这么听话，嗯也得用锣和锣锤声音去刺激它。反复的来。在家是这么练的。您给学学。打开了柜儿，开了箱，嗯那一个帽子你戴上，练呗。给那猴戴一帽子，嗯猴能舒服吗？肯定不乐意呀。你刚一扣帽子，这猴歘哎呦，甩下去了，掉了一次不成再来一次。啊！别着急。关上了柜儿，闭上了箱，捡起这个帽子你戴上。哎，再来一遍。这猴歘哎呦，又摔下去了。又掉了千万不能着急啊啊！，别急。不能生气。嗯，打开了柜儿，开了箱，拿这个帽子你戴上。这还不能着急呢。这猴歘嗯，又甩下去。你看看。各位，您记着，最多就唱2、3回。嗯，这猴不是不带吗？不乐意带呀。不对着猴唱了，那从后边抱过一只大公鸡来，鸡把公鸡放这儿，哦让猴看着这人对鸡唱。打开了柜儿，开了箱，那一个帽子你戴上。是猴不戴，鸡能戴吗？鸡也不能带呀。鸡脖子很灵活呀。对呀你一戴鸡，歘，甩下去。啊，再来最后一遍。还来。关上了柜儿，闭上了箱，拿这个帽子你戴上。嗯，这鸡再甩下去，您记住，最多就2回，就2遍。多一遍再也不唱了啊这鸡不是不带吗？对呀从后边拔出一把菜刀来，哎呦哎，把这鸡摁躺下，冲鸡脖子，去你的！哎呀，一下切成2半啊鸡血呲了一天呀！是啊，给这猴都吓傻了。什么模样啊？这猴自己就唱这了，猴怎么唱的呀？我戴上就戴上。带上。